今日小叔头七，为何不见夫君和妹妹？有人看见世子和二少夫人进了灵堂，许是他们已经在祭拜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张姐，我与世子情投意合，还望你成全。沈唐宁，我与熹微早在你我成婚前便情投意合，若非我父母嫌弃熹微是庶女，我定不会娶你。你若有怨，便冲我。奸夫淫妇！他死了才好，陈燕不过就是一个网。这边境有哪个贵女愿意嫁他？我主动嫁他，就是为了与你同一天成婚，换做花轿，好嫁给世子。当日你是故意的。是啊，还是被你给发现了，都怪他，让你嫁给了这个废物。你做什么？损毁王夫灵位，如此罔顾礼仪，岂非是在给我们沈家蒙羞？张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已经被沈家给除名了。你说什么？三皇子上位，你的太子表哥和谢皇后早就被斩首，父亲已经休了你母亲，该我的母亲做主母了。少夫人，父亲竟如此狠毒，母亲可是他的结发夫妻。我母亲还是父亲的青梅竹马呢，凭什么我的母亲只能当一个姨母？沈唐宁，我与熹微的事，终究是我对不住你。我会写和离书送你离开。和离？休妻！沈唐宁不守妇德，与人私通，以我大庆律法，杖50，将其休下堂去。来人，给我打！你们这是颠倒黑白，分明是池景玉与沈西薇。父亲追随三皇子，有从龙之功。张姐，如今我才是真正的沈家嫡长，这宁远侯府巴不得我当世子夫人。张姐，只能委屈你了。沈西薇，你好狠毒！张姐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世子宁远侯府，若再来一世，只恨在端方手中的贵人，有与你。这是哪？嫂子，怎么是你？迟燕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明明我之前还在他的灵堂上，难道我娶的不是沈家庶女沈西薇吗？怎么变嫡女了？看来我是重生到大婚这天了。这富丽堂皇、俗不可耐的装潢，
确实是我的如意局，没走错。不好了，少爷，咱们少夫人被送到狮子房间去了。哦，我说呢，那就通知那边换回去啊。是。且慢，前世沈西薇故意换发夹，却被我发现，及时换了一个。这次既然你想换，便如你愿。我要见老夫人。岂有此理！简直荒唐！这沈家同时嫁二女，怎么也不小心点？唐宁，你放心，我定会让景瑜给你个交代。和你只有休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世子和沈二小姐已经圆房了。这就睡了？啊？什么？张姐，他别是要气晕了吧？你还有脸叫我张姐？沈唐宁，你疯了！有什么事冲我来。你若有怨，便冲我来。世子竟如此维护我妹妹，莫非你们早已有了私情？若真是如此，你直接求娶她便是，何必娶我？还故意还花轿。我到燕京贵武，无人愿意嫁我儿，怎么你这沈家庶女便主动求嫁？仍是想踩着我儿子当着世子夫人啊！这庶女果然不安分，会嫁给景瑜如此不择手段。世子，你我虽意外结缘，可一切皆因我而起，张姐怨我，也是该的。对，这不过是个意外，他凭什么怨你？这睡都睡了，还意外？我说你考中进士的就是不一样，黑的都能说成白的，我怎么脸皮就没这么厚？你少说两句。没想到这纨绔二少爷倒是有些嫉恶如仇的。沈唐宁，你最好不是说沈唐宁是燕京第一贵女吗？这么凶，还好不是我娘子。张姐，你怎么能打世子呢？世子，这一巴掌后，我们便两不相欠。这一世，我定要好好收拾你们这对狗男女。今日之事，还请老夫人给我沈家一个交代。哎呀，唐宁，母亲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木已成舟，你又是母亲认定的儿媳妇，不如就让熹微做个平妻。我去，闭嘴！我们二房出钱又出力，到头来两个媳妇儿都是他大方的，就欺负我们家老爷是庶出的，就知道睡。娘，疼！侯夫人说笑了，沈家家训，二女不得侍义父。孩子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我既嫁进来了，便无颜再回沈家。我看池二公子人不错，不如将错就错。啊？我什么？你是沈家嫡女？那二房不过是庶出。唐宁自个儿愿意，大嫂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傻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叫娘子呀！沈唐宁，你可想清楚，
莫要因为一时义气毁了终身。唐宁心甘情愿，绝不后悔。既然沈大姑娘如此说了，那大房二房的婚事便互换了吧。是。愣着干嘛？赶紧给你娘子洞房去！这池燕虽是燕京有名的纨绔，却实在有一副好皮囊。且二房虽是庶出，十二夫人娘家却有家资万贯，富贵逼人。只是这池燕斗鸡走狗，流连风月，更是科考屡次落地。这意思是嫌弃我，不想洞房吗？也是，我一个纨绔，怎比得上池景玉他谦谦公子心科尽神？我去梳防水。站住！还有什么事？也罢，这池燕无药可救，再如她前世一般意外离世，我就做个寡妇。你可知道，我本应是人人羡慕的世子夫人，可如今却嫁了你这样一个纨绔，我这辈子都完了。你方才在祖母院还说我人不错的，那话你自己信吗？那怎么办？那要不然我们和离？不如我现在就找一根绳子把你勒死，然后自己再上吊。他果然秀才之极。别冲动了，那你想怎么办？我要你用功读书，考取功名。那你不如现在就勒死我吧。沈西薇和池锦玉早就暗通款曲，我横竖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咽得下？那能怎么办？我大哥文采风流，又是世子，我拿什么跟他争啊？你不试试，你怎知争不过？就拿我乡试7进7出的战绩去争。可你12岁便中了秀才，只是后来荒废了学业。夫君，你本就是天才。夫君，你本就是天才。叫夫君怎么这么好听？夫君，你怎么了？娘子，书我改日就考。天色已晚，我们不如早些。多大地方？二少爷，二少夫人，老夫人吩咐明早去芙蓉院交换婚书。知道了。沈西薇，你不会以为如此轻易就能当上世子夫人吧？既然木已成舟，
那就互换婚书。唐宁、熹微，你们两个上前来取婚书吧。且慢，他果然是后悔了。我就知道，怎么有人愿意嫁给我。张姐，你这是何意？换妻是大事，我特让丫鬟连夜回府，问了母亲的意见。母亲的意思是可以换，不过这是世子金尊玉贵，母亲自觉庶女不配为侯府主母，但念及妹妹与世子情深义重，特放了纳妾文书，将妹妹许给世子。你说什么？他反发火是错，我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沈夫人真是深明大义呀，我侯府定会好好对待熹微的。可是娘，闭嘴！熹微，你若想留在侯府，便应下吧。妾身知道了。少爷，张公子他们都在交易楼等您呢。菜菜可在，一早就接过去了，就等您了。好媳妇儿，你父亲因公在外，他的见面礼我替他给了。母亲，这礼太贵重了。熹微妹妹不过只得了个素玉镯子而已，唐宁却得了这么多，是不是不太合规矩啊？是啊，娘，你给熹微的见面礼有些少啊。只不过是个妾室，又不是正经人家，还想要什么礼？更何况我们大房是正经的清流读书人，岂是那些爱金银俗物的商贾能比的？大嫂这话什么意思？好了好了，都安生些。你就安心收着，给你这些我都嫌不够呢。回头我再送你几间铺子，你随便挑。唐宁多谢母亲。庸俗至极。迟燕这臭小子，整日遛猫逗狗，半点上进心都没有。日后他若是欺负你，你狠狠教训便是了。娘肯定是支持你的。唐宁知道了。商夫人不好了，二少爷他跑去花楼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我听闻二少爷在花楼相好众多，这成亲第2日就过去了，也太不当回事儿了。母亲，儿媳去捉奸。不好了！什么？这沈唐宁竟然敢设计让熹微当妾！二小姐哭到不行了，让您给她出气呢。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小贱蹄子。不过这沈唐宁莫不是疯了，竟主动嫁给迟燕那个纨绔，岂非让自己成为整个燕京的笑话？许是为换嫁一事置气，年纪小，就是想得太简单了。还有一事，迟少爷今日翻墙去了花楼。当真？你找人将这消息告诉沈慈，以他的脾气，新姐夫成婚第2日便去花楼，定会与他大打出手。再将消息告诉金兆尹，到时候新婚夫君逛花楼，被小舅子打，还进了大牢。这大小姐
定会成为燕京的笑柄。敢和我女儿争，我定要她好看。哎呀，哇，这个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就是翠姑娘，果真是身段好，容貌俏啊！池二少调教的好呀，这翠姑娘会的花活可真多。一般一般，本少爷调教的好。二少，我愿花重金买下翠姑娘。不行，翠翠千金不卖。不过给兄弟们玩一下，还是可以的。真是纨绔本性难移，今日不如将他打杀了，干干脆脆做个寡妇。二少，你这新婚不在家陪新娘子，怎么跑出来与我们消遣啊？贵女无趣，哪有我们家翠翠有趣？我的翠翠宝贝亲亲。我的翠翠宝贝亲亲。你来做什么？那翠姑娘何在？你找翠翠，这便是翠姑娘。不然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定是以为我在这花楼私会佳人，来捉奸的。我只是路过而已。这又是哪家花楼的姑娘？这模样如此娇美，正那里给我也看清楚，这是我娘子，还不快叫嫂夫人？啊，原来是嫂子呀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误会。算你识相。嫂夫人，谁让的本少爷？好你个迟夜，居然背着我阿姐来这花楼喝酒！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！我怎么？你等等！住手！竟敢在燕京寻衅滋事，他们抓起来，押入大牢。是。且慢，阿姐救我！大人，妾身是宁远侯府二房媳沈氏，这是我的夫君和胞弟，他们今日在此切磋比武，并未斗殴滋事。这屋里诸多看到他二人斗殴，怎么就变成了比试啊？这些人都做了赌注，压了我胞弟赢，应该不少人压过。夫君，愿赌服输。愿赌服输。这二世子果真是富贵，银票当草纸一般。哎呀！大人，可以问话了。你们可否看到此二人在这里斗殴滋事啊？没有，比武而已。对，比武。你们，大人，今日来得如此着急，想必是提前得知的消息。可这消息有误，何必揪住不放呢？夫人言之有理呀。夫人，今日来报案的是沈家人，我劝夫人好好想想，在娘家都跟谁有哈哈哈哈哈！撤！定是方氏在捣鬼。跪下！跪下！他怎么也跪下了？阿姐，我错了。糟了！瞧见沈棠妮的眼神，这膝盖就软，我怎么也跟着跪了？哎，这池二少爷怎么也跪下了？啊？咱们燕京小霸王都怕老婆。你们懂什么？我好男人才惧内，我这不是怕，我是爱。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不知。
你们俩还不赶快起来，叫旁人看了，真以为我如母老虎一般。阿慈，下次莫要冲动，让人抓了把柄。我既嫁给了他，他便是你的姐夫，你也要尊重他。我知道了，阿姐。可他就是个纨绔子弟，我才不认可他是我姐夫呢。哼，等我找到燕京1等1的好男人，到时候我让我阿姐和你和离。你个臭小子！迟燕，你跟我回府。哎呀，好疼啊！你这弟弟吃什么长大的？手劲这么大？我们姐弟感情甚好，我弟弟也是护我心切，你莫要同他计较。我才不同他一般计较，我是他姐夫啊！你没看我方才都没还手吗？那便好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方才都说了不与他计较了。谢慧妍，夫君明明答应过我要好好读书，可为何出尔反尔，翻墙出府玩乐？你那不过就是学府里。怎么会有人哭起来？这么让人心疼。哎呀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别哭了。答应读书吗？答应了。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，我怎么就答应了呢？母亲听闻夫君要再度科考，很是高兴，命我从今日起监督夫君读书。还真的呀。夫君，请吧。哈哈，这什么四书五经的，我早就倒背如流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哎，夫君，哎呀，长姐从花楼将二少爷寻回来了。我和世子怕你们俩吵架，特意来瞧瞧。二弟，做学问须得实事求是，怎可胡言乱语？四书五经倒背如流，未免有些猖狂。哟，哎，我说你们夫妻未免也太狗牙耗子了，这2个院子隔那么远，非要过来嘲讽我，这么在意我？暗恋我？长姐该不会是想要这个纨绔考取功名，为你这个诰命吧？是又如何？要是我的夫君真考上了状元呢？快别发梦了，想考7次都落了地，满业界也没有第2个了，还考状元？我看二少爷遛个猫逗个狗还行，考个狗状元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若是再敢羞辱我夫君，我不妨再扇你一巴掌。往日这种嘲讽早就听惯了，便是父母也不会在意，倒是第一次有人为我出头。熹微虽言语无状，可话却说的没错。二弟不学无术，你想当诰命夫人，不如早早和离，另嫁旁人。旁人再好，也不是他迟燕。我相信我的夫君，定能为我挣出一番锦绣前程。
听完不理。站住！这本《诗经》我自3岁起便倒背如流，里面的第52篇第1句，送你，和香嫂子。小鼠有皮，人而无义，你竟敢骂我们不如老鼠！慢走，不送。沈唐宁，你别得意，待明日回门便是你的死期。你竟真能将这4书5经倒背如流？你猜？愣着干什么？你不说要陪我读书吗？啊。哎，八两，你说本少爷穿这身僭越母怎么样？会不会太庄重啊？好着呢，少爷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才华有长相，定能讨沈夫人欢心。不会说话就闭嘴。夫人见小姐和姑爷琴瑟和鸣，定会放心的。小姐是喜欢上姑爷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会喜欢上他？可奴婢见您对姑爷很是温柔小意啊。我若不讨他的欢心，他又怎能顺从我的心意安心读书呢？夫妻之间能相敬如宾便是最好，追求真心。可这世上有多少人以真心待人？少夫人，二少爷说他要同人去喝酒听曲，就不随您回门了。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去吧。沈二少简直是欺人太甚，亏得奴婢之前还觉得他人不错呢。没事，是我对他期望太高了。我们自己回门便是。对了，我安排你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小姐放心，奴婢都安排好了。既然诸事妥当，那我们便回沈府，且看好戏一场。这不是新婚之夜换亲的沈家2位小姐？是啊，这嫡女嫁纨绔，庶女嫁世子，好不荒唐。我说这沈大小姐也是糊涂，这迟燕可是燕京第1纨绔，连回门都不跟着，这以后啊有苦日子过喽。哎呀，你说这燕京第1，谁打我？哎，金子。阿宁，女婿怎么没来啊？母亲，他去。哎呀，一早就听说二少爷去花楼喝酒听曲儿去了，会不会忘了今日回门呀？这个迟燕，我再去打他一顿。阿弟，莫要胡闹。父亲，孽女，你敢勾引太子！你竟敢勾引太子！什么？父亲在说什么？阿姐怎么可能是这种人啊？父亲，何出此言？做出这等败坏门风之事，还有脸回来？看看信上都写了什么！哎呀，这信章竟是长姐对太子殿下的缠绵爱慕之词，还说什么？还说嫁给迟二少这个纨绔，并非他所愿，想约殿下私下共赴巫山云雨。什么？沈唐宁，你竟如此寡廉鲜耻，居然是这种人！没想到这沈大小姐看起来规矩小心，私下里这么大胆，嫁给一个纨绔能有什么盼头？我看这沈大小姐是想当太子妃吧？这都是捏造的，大小姐向来都是循规蹈矩的，怎么可能写出这种信？是不是捏造的？只需分辨一下自己即可。没错，我认得阿姐的字，给我看看。
这竟然真的是阿姐的自己。去血槽，孽女还不认吗？此等污蔑之事，女儿不认。你，岳父，岳父，好大的火气！实验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你夫君，今日回门，我怎么不能来了？不是说这池二少去喝花酒了吗？是啊，而且看起来还维护沈大小姐呢。池二少爷，我这孽女做出此等丑事，大可写一封休书，待我将她打死后，进宫谢罪。来人，在。父亲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谁敢动我娘子？啊！愣着干什么？上！动啊！看不出来，这便宜姐夫还有点血性。父亲仅凭一封信就认定女儿勾搭太子表哥，甚至也不愿意听女儿的解释吗？是啊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阿宁，伪造信件的。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，把人证带上来。奴婢璎珞是大小姐房中的丫鬟，那日大小姐写下这封信，让我将此信送去东宫。奴婢觉得此举不妥，这才特地禀告老爷的。孽女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璎珞，大小姐平常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如此污蔑她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何谈污蔑？二弟，如此淫妇，还不快快休了，免得伤了我们池家门楣。我娘子定是无辜的，我相信她。如今看似已经证据确凿，她为何丝毫不怀疑我？不会休了你的，放心吧。便是你不休，他损毁太子殿下清誉，皇家也饶不了他。这信不是我写的。张姐，刚刚沈慈都说了，那信上字迹分明是你的。有人模仿我的字迹，即便模仿的有9分像，却也会露出1分的。阿姐，给。果然，我幼年学字时贪玩，常常分不清这怀字和准字，把怀写成主。即便是后来分得清了，我也不曾改掉这习惯。母亲还因此嘲笑过我。没错，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因此，我与太子表哥通信时，我只叫他阿准表哥，可这信上写的是阿怀。我看看。啊，这怀字果然是对的啊！我娘子果然是被冤枉的。看，啊，闹了半天，这里边还是冤枉人呢。是啊，这沈家干什么呢？大小姐为了脱罪，竟胡诌出这种理由，可无凭无据的，又有谁会信呢？姨娘说的是，长姐莫不是在糊弄我们吧？阿慈，你去我闺房中将我通信信件拿来。好。这些信件都是我跟太子表哥互通的信件，世子是人人皆知的端正君子，由你来查看，旁人定不会说什么。不就是有个好名声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确实，这信中所有的怀字都写成了准字，其墨迹纸张有新有旧，断不会是刚刚伪造的。此话当真？大人请看。还真是。宁愿侯世子都说是了，这沈大小姐啊，一定是被冤枉的。是啊，世子为人正直，定不会徇私的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沈家大小姐和世子多般配啊，怎么就偏偏嫁给了一个废物纨绔呢？好死了！老爷，您看，阿宁是清白的。我就说嘛，长姐一定是被人陷害的。
既然此事是个误会，那就……此事还没完呢。还想怎样？血清，将人带上来。是。小姐，人来了。沈大人，饶命！晚生并非有意陷害沈大小姐的。你这是何意？这书生昨日跑到我府里来，告诉我沈家有人花重金聘请他，模仿我自己，写了一封缠绵悱恻的信。可这信中涉及太子殿下，他左思右想，怕有牢狱之灾，便来我府中，让我原谅他。姐姐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凶手还在沈家吗？妹妹这么激动做什么？莫非这奸人和你有关系？还是说这奸人就是你啊？弟妹，莫要污蔑旁人。你说是何人指使你的？是他们指使我的。奴婢冤枉啊！岑嬷嬷，你是方姨娘的奴婢，此事定是方姨娘指使的了。老爷，妾身冤枉啊！老爷，救救我！是怎么这般蠢笨，谋划害人，还叫人拿了把柄？熹妃，此事当真是姨娘做的？夫君，不要听这奸人所胡说啊！这件事肯定不是姨娘做的。好啊，原来罪魁祸首在这儿，你竟敢污蔑我娘子！父亲，你可一定要为长姐做主啊！父亲不是要清理门户吗？证据确凿，还不赶快将这些奸人清理了？想来此事定是妖奴作祟，方氏秉性良善，定不会做出此等恶事。老爷，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你还要偏袒他吗？岳父，你这可是要宠妾灭妻呀！这可是官员大戒啊！对，沈大人这是宠妾灭妻啊！宠妾灭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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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父亲若是狠不下心来，就交给女儿帮你清理了，免得让这妾室玷污了父亲的官事。来人，将方姨娘拿下！且慢！你是这刁奴擅自做主，污蔑了大小姐的清白。方姨娘，你怎么？你做下这等恶事，可有好好想想你的家人？还有你，璎珞，你可对得起大小姐，对得起你的父母？是奴婢极恨大小姐使手段让二小姐做妾，这才设计陷害她。大小姐，是奴婢一时糊涂，被收买了。好在早早将这二人的家人拿捏在手里，让他们甘愿当了替死鬼。来人，这两个刁奴拉下去关来！放过我吧！就这，岳父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方氏断臂自保，日后再对付他便好办了。老爷当真是偏心，方氏做下此等恶事，竟只是发卖两个奴婢就算了。此事乃是刁奴作祟，如今误会也解开，统统回府吧，免得叫外人看着闲话。疼！孩子，你受苦了，轻点儿，莫要伤到女婿啊。岳母莫担心，我从小皮糙肉厚的，没少挨我爹娘的打，比这严重多了。没事。娘，你看看，这小子成天招三惹四的，肯定没少挨揍。混说什么？你该叫姐夫才是。好孩子，你如何对待阿宁的，我都看在眼里。阿宁有你护着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岳母莫担心，迟燕定会护娘子周全，此生不让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算你说了句真话。好孩子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你姐夫第一次来，你带他去园子里转转，我有些话要跟你阿姐说。哎，知道了。走啊！哎，走啊！走！哎，你快点吧你！娘子，快走！阿宁，
你跟娘说实话，你当真是真心愿意嫁给迟燕的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肚子疼！哎呦，你又怎么了？哎呦，小舅子，我先去方便一下，你去前面园子等我一下，我随后就到。你是懒驴上磨，哼，你自己随意吧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。这岳母定会问娘子对我的看法。虽说白日娘子对我并无男女之情，但总要弄清楚娘子喜欢什么样的男子才是。母亲放心，女儿是心甘情愿嫁给迟二公子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想将错就错，跟他过一辈子了？这却不一定了。什么意思？娘子要与我和离？你这是何意呀？我瞧着迟燕这孩子，并非传闻中那般纨绔，对你也不错。你莫不是想和离？我总不能跟娘说，迟燕会意外早死。若她仍旧不求上进，我就直接当寡妇吧。娘，你是知道女儿的，一心想要嫁给有才学、有功名的好男儿。若是这迟燕愿浪子回头，用功读书，考取功名，女儿还是愿意和他白头到老的。那他若是一直不学无术，碌碌无为呢？燕京有的是好男儿，到时候我再和离又嫁，又何妨？但在这之前，定要先料理了池景玉和沈西薇这对狗男女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阿娘都支持你。娘，女儿都有和离的勇气，我相信娘也可以的。啊？你是说让我和你阿爹和离？父亲宠妾灭妻，更是纵容方氏母女陷害女儿，险些要了女儿的命。您还觉得他是可以托付的人吗？那方氏着实可恨，最可恨的是父亲。换嫁之事未尝没有父亲的参与。我谢氏一族，如今有皇上和太子表哥，父亲还如此苛待我们。若有一日我谢氏如果失势，难保父亲不会落井下石。你让我再想想。阿姐，迟燕那小子，姐夫呢？他突然就走了。啊？哎呦，女婿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你快去看看。你们两个真是糊涂！既然设下陷阱，那就别留下把柄。再一个，不但没能要到那孽女的命，反而让我丢尽了颜面。那沈唐宁实在狡猾，我们也是没想到啊。爹娘，快别说了，女儿如今都成了妾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本就是看重谢氏的家族势力才和他成亲的，可他实在不堪用，竟还敢联合那孽女让你做妾。西薇，此事不急，你得先怀上孩子，届时你爹自有办法让你当上侯府主母。没错，我已经向三皇子投诚了，只要三皇子上位，我就有从龙之功。还怕我女儿做不得一个小小的世子夫人吗？到时候太子下位，沈唐宁可就惨了。雪清，那书生可送走了？少夫人放心，这会儿他早就跑出燕京了。那方姨娘怎么也不会想到，那封信就是我手写的，只不过是经那书生之手转交给他罢了。叫他们故意换嫁坑害你，也要好好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这还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我会让沈西薇在侯府丧命。哎，夫君，夫君，方才阿慈说你腹痛，你现在可好些了？
夫君，你怎么哭了？没事儿。刚刚翠翠不小心从罐子里跑出去了，我没找到就急哭了。少夫人，你身上有虫子！哎，等等，那是翠翠。翠翠，我不，夫君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一定给你寻一只更好的。我刚才我就以为是只虫子而已。八两，八两，八两，来了，少爷，来了。去抱我的被子，我要回书房睡。啊！去抱我的被子，我要回书房睡。啊！这，夫君，你可是因为我把翠翠踩死了生气了？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抱！哦。二少爷，都怪奴婢看错了，您不要生少夫人的气。八两，八两，好了没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夫君，娘子，对不起，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既然早晚要分离，不如早早从你的生活里离开。少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事。二少爷，你已经哭了1个时辰了，要不喝口水歇歇吧？我第一次受轻伤，一个单身汉懂什么？我就不明白了，分明是您自个儿冷了少夫人的，少夫人还没哭呢，您哭什么呀？娘子要的是能够出人头地、为官做宰、为他正高明的人。我不行。少爷，您喜欢少夫人吗？自然喜欢。你若再敢羞辱我夫君，我不妨再扇你一巴掌。旁人再好也不是他迟燕，我相信我的夫君定能为我挣出一番锦绣前程。他可是第一个愿意那么坚定相信我、为我出头的人。喜欢您就试一试，不就是可考吗？八两，我这辈子只能是个纨绔。您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刚考中秀才，我娘就病倒了，是你给我娘下毒的，对不对？谁让你如此出挑，盖过了景玉的？只要你乖乖当一辈子纨绔，我就把解药给你，怎么样？没什么意思，考了7次都考不到，是理无语。可这不必说了，既然得不到他，我就选择放手。少夫人，您要奴婢找的方子寻到了。那老大夫说这是从宫中流出来的，虽能助孕，却损伤母体，生产时多半会一尸两命。不错，这沈西薇现在着急要子嗣稳住脚底，他想要，我便送他。不过要让他自己服下才好。少夫人，天色已晚，要不要叫二少爷回正房睡？夫君怕是早就睡下了吧？少夫人，这二少爷未免也太孩子心性了吧？不就是个蝈蝈吗？至于这么生气吗？回门时他多次维护我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此事虽是无心之举，但或许那个蝈蝈对他来说很重要呢。少夫人，您要做什么？我要去抓蝈蝈。啊！我的好少爷呀，
谁家好人大半夜不睡觉，出来练五禽戏呀？我难受的睡不着，连累了再回去。您可是纨绔啊，受情伤不应该去花楼买醉吗？练五禽戏算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的以为您发羊癫疯了呢。你要么练，要么滚！哎，那不是少夫人和雪清吗？怎么也半夜不睡觉，也出来逛花园啊？抓到了吗？难道少夫人被您气得也发疯了？娘子到底在做什么？少夫人，在外面买一只算了吧，您何必非要亲自抓，手都被草割破了。无碍，既是要道歉，自然是亲力亲为才算心诚。哎，这有一只。嘘。娘子，少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抓到了。我出来逛园子，见你摔倒了，可有受伤？夫君，夫君，我亲手给你抓了只蝈蝈，不比翠翠差的。你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是为了给我捉蝈蝈？是啊。可是不喜欢这只。夫君，你仔细看看，我在这个院子里寻找了一晚上，就数这只最健壮了。它定能像翠翠一样战无不胜的。呼吸着风吹起泪在眼停在眼睛，时间流进再把你看清。夫君，你是倒影的微信，可望不可及的我后悔了，我不想放你走。夫君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不会走的。我是流云的情意，请你忘却我心里。娘子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天气仿佛晚上是霜叶总未停，听我轻唤你。这招果然管用。夫君方才不是有话要对我讲？什么事啊？娘子，我没办法参加科举的。为什么？总之就是不行。可是我会改掉我所有的坏毛病。我们持家妇女，即便我不求上进，一定不会让娘子受委屈的。娘子，别不要我，好吗？迟烟的何时对我如此轻视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若另想寻个能可考入仕为你正诰命的人，我也可以写和离书的。但娘子定不会如此狠心。既如此，那便写吧。好。烦请夫君写下和离书。不是，娘子，我刚就是随口一说。唐宁多谢夫君还我自由，让我能另觅良人。看来他是真的想走。
便以1年为限。若1年后夫君仍旧不愿科考，那和离书便生效。天色不早了，夫君早点休息吧。娘子，娘子，二少爷怎么样？和少夫人和好了？我主动写了和离书给他。啊，少爷你疯了？那和离书1年才能生效呢。快来，快来！少爷，我寻着娘子身边那个雪清是个呆子，一找机会跟他套个近乎，去打听打听娘子平时喜欢什么男子。明白。少夫人，您真的要跟二少爷和离吗？我从未想过他会对我动真情，他是那样的炽肠热烈，反倒是我满心算计，冷眼冷心，根本配不上他这样的情深。少夫人白日还说寻找真心太荒谬，这一会儿就对少爷动心了。我不知道，前世被池景玉那般算计，我还能相信旁人的真心吗？罢了，和离书还有1年生效，我会用这1年时间，让沈西薇和池景玉得到应该有的报应。那二少爷呢？1年后您要离开侯府吗？他分明有才学，可为何不愿意参加科考？雪清，我瞧夫君身边那个八两是个呆的，你有机会找他套套近乎，打听一下夫君为何不愿意参加科考。明白。听说侯府最近在给世子选妻呢，你去好好宣扬一下我妹妹和世子的情谊，莫要让好人家的姑娘进了侯府，白白耽误了终身。奴婢明白。您在屋里待着呀，也是怪憋闷的。往后唐宁多陪母亲出来走走可好？你和阿燕新婚燕尔，该多陪她才是。我可还等着抱孙子呢。儿媳知道了。这茶这么烫，你烫死我是吗？妾身不是有意的。如今整个燕京都知道，景玉娶了你这个狐媚得宠的妾室，闺女全都不愿意嫁给我儿，看见你我就心烦。世子要娶妾，不然呢？难不成他守着你终身不娶吗？看来要早些怀上孩子。若世子未娶妻，就有个庶长子，定不会有贵女愿意嫁给他。世子夫人的位置早晚是我的。哟，大嫂怎么生气了？该不会是因为这妾室让世子婚事不顺吧？快扶你家姨娘起来，别人看见成什么样子？是，有些人就是不识货，费尽心机偏要去攀高枝儿，如今吃尽苦头，也没有见有人疼啊。不像我们家唐宁，我是越看越喜欢，一点委屈都不想让她受累。还是娘疼我呀，这衣服还是上个月的，太旧了，回头娘给你做30套，天天换着穿不重样。咱家有钱，可不能委屈了自己。嫁给世子的明明是我，她不过就是嫁给个无能纨绔，凭什么能活得这么好？凭什么？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还要向老夫人请安呢。哎，大嫂等等我，咱们一起去。你就不用陪着去看老夫人了。是。
少夫人，您要奴婢寻找大夫找到了，就是等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去外面说。好。玉珠，去看看。你倒要看看，你们背着我耍什么花招？你说真的，沈唐宁寻到了生子秘方？是，奴婢刚刚寻到了那位大夫，他立刻把这方子给了奴婢。听说就连宫里的贵人也用过，很是管用。这么好的方子，竟然被你寻到了？不是沈唐宁在设计陷害于我吧？您说这方子是假的？他都能设计我当妾，说不定拿个假方子害我性命。那这方子咱可不能用啊！沈唐宁的表姑是宫里的谢皇后，说不定真拿到了宫廷秘方。你拿着这个银子去找那个老先生，务必要求到真方子。是，奴婢明白。老大夫回了话，沈姨娘让玉珠重金去求生子秘方，便把那损伤母体的方子给她了。这沈西薇果然是谨慎啊，怀疑我给她的方子是假的，非要花重金去买那催命符，却不知我给她的方子才是真正助于养胎。这就叫恶有恶报，自作自受。母亲本来是说送我几间铺子，结果是送我整整一条街。若是往后和夫君和离了，还是要把这些还给母亲才好。和离，你一天就知道和离。夫君，和离，你一天就知道和离。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们还没和离呢。少爷、夫人，奴婢先告退了。薛俏，娘子，你这看的是什么呀？不过是些账本而已。夫君，你不是搬回书房去睡了吗？怎么又搬回来了？娘子，书房寒冷，你怎么舍得让我睡那么久？我都快得风寒了。夫君，夫君，我去给你收拾床铺。脸好烫，怎么就亲上了？娘子方才是害羞了。娘子，我帮您弄账本啊。地上这么凉，他这个得了风寒可怎么好？夫君醒醒！夫君，床铺已经铺好，上床休息吧。我能上床睡了。地上寒凉，夫君还是上床睡为好。以此红线为界，我与夫君同榻，
定不会搅了夫君好眠。天色不早了，还是早些歇息吧。娘子放心，我定会老老实实，绝不碰你一根汗毛。娘子，在1年后和离日之前，我定会让你喜欢上我的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恭喜夫人，你怀孕1月有余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只是胎象有些不稳，我开些稳胎的方子给夫人。玉珠，快将大夫带去书房里开方子。是。有了这个孩子，我就可以在侯府扎根，世子夫人的位置早晚是我的。小贱人，竟还敢背着我偷人！你还知道礼义廉耻？世子与我暗中苟合，便知道礼义廉耻了吗？沈唐宁倒是知礼义廉耻，他一心一意的对你，就连他死的时候，你看都没看一眼。不配提他，真是后悔，让到了唐宁，偏偏喜欢上了你。你既然后悔了，那就去地底下陪他吧。欢迎轩月，等你死，这整个侯府就是我和我儿子的了。是妹，夫君，你醒了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夫君，是我。世子，你快放开姨娘啊！姨娘？对啊，我家二小姐是你新纳的妾啊，你忘了？夫君，怎么会是妾啊？难道我重生了？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我是何时纳你为妾的？前些时日，我与张乾一同加入府中。唐宁，唐宁，现在是唐宁嫁给我的时候。世子，您在说什么呀？大小姐嫁给的是二少爷。这怎么可能？那晚抬错了花轿，为世子误打误撞共度了良宵。张姐一气之下嫁给了二少爷，世子，你都忘了吗？怎么可能啊！前世分明换回来了，唐宁嫁给了我呀！不可能！他在哪儿？唐宁在哪儿？如意去，世子去哪儿？我有喜了。还不知是哪来的野种，还想伤我！世子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唐宁，你原谅我。世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唐宁，池景玉，你干什么？唐宁，我知道你嫁给迟燕是因为还在生气，然后你还愿意嫁给我，世子夫人的位置一直都是你的呀。池景玉，你是疯了吗？你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手！做什么？唐宁是我的娘子，大哥请尊重。唐宁，人换回来是应该嫁给我的，为什么还是嫁给迟燕这个纨绔？应该，分明是你和妹妹情投意合，我只是好心成全而已。
沈西薇这个贱人，背着我偷情，害我惨死。世子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后悔了。唐宁，喜欢的是你啊！沈西薇害他惨死，难道说石景玉也重生了？没错，他和前几日判若两人，应当是刚刚重生。想来是死因，他被沈西薇背叛，又被害死了。哼，以为重来一世还能让我一心一意对他，痴人说梦。大哥既然自诩谦谦君子，就应该懂得礼义廉耻，莫要对自己的弟媳非分之想。唐宁，我会像你这样，为职业经许多娘子，你该不会是真舍不得池景玉吧？想什么呢？那就好，娘子，莫要为那些不值的人不开心。三皇子邀请我去参加赏花宴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赏花宴，前世三皇子就是在这场赏花宴上，与原本是未来太子妃的顾太傅之女有了肌肤之情，结了太子的姻缘，让顾家成为他夺嫡的助力。你要是不愿意就算。谁说我不愿意了？我会陪夫君去的。当真？当真。前世谢氏一族被杀，我娘悲愤去世，皆因三皇子的生命。这一次一定要阻止他。太好啦！迟夜，你放我下来。可都安排好了。三皇子放心，那顾太夫的女儿已经被引到了凉亭纱帐内，此刻已经晕倒了。不错，此事一成，就能夺下太子的一大助力，少不了你沈家的好处。魏臣的女儿喜薇嫁给宁远侯世子为妾，无缘主母之位，还请三皇子成全。只要本皇子上位，便是让你女儿当侯府夫人，也是简单的。多谢三皇子。二弟，你究竟怎样才敢把唐宁还给我？听听你说的话，还给你？你根本就不尊重唐宁，还把她当成物件，有什么资格站在身边？那又怎么？我出身显贵，又是进士出身，不知道比你这个纨绔强多少倍。懒得和你争。前世就是在赏花宴上，三皇子结胡了太子与顾太傅家的婚事，得了太傅主意。看来此事要成。此事一成，定能重创太子。沈唐宁，沈唐宁，我记得你是太子的表妹，怎么在这里的会是你？参见三皇子，方才与顾小姐在此处喝茶，她有事便先走了。你是故意的？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了太子，居然敢故意坏本皇子的好事！我可不知道你什么好事啊！您若是喜欢此处，妾身就让给您便是。告辞。你日后再坏本皇子的好事，除了我今日就叫你就此两截了。人到何日，就说你是溺水而亡，如何？夫君，若想投靠三皇子，借他的事平步青云，
就绝不能让迟燕坏了三皇子的好事。小弟，我帮你毛过差使路，向唐宁让步。让开！看，二弟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给不了他幸福。看，不管。笑什么？我想你曾天因为心中愤怒将我杀害，却失了圣心。什么意思？我是太子母族的人，今日若在三皇子的赏花宴上意外身亡，皇上肯定会觉得你夺嫡心切，心生嫉妒。二少夫人，本皇子刚刚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何必当真呢？那没什么事，妾身先告退了。你夫君，娘子，怎么是唐宁在里面？难道三皇子没有成事？二少夫人，今日不过是给你提个醒，还望你日后莫要再多管闲事。三皇子若是对我娘子不满，大可冲着我来，我迟燕奉陪到底。你还挺一心护妻的吧？那就请你管好你的夫人，莫要再给自己招惹麻烦。娘子，发生什么事？燕行舟，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没事，夫君，我只是有些累了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三皇子殿下，妾身告退。三皇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问我？废物！原来是沈昌办事不力，那正是我投靠三皇子的好时机。永宁侯府世子池景玉参见三皇子殿下。池世子，你找本皇子有何事？是来给三皇子殿下排忧解难的。迟燕这个纨绔，每日就只知道流连于青楼，不学无术，我命好苦啊！那少夫人可有想过和离呀？和离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啊！当初何父给到5万两彩礼，已经被家中还我，这要怎么办才好啊？若是有人能救我于苦海之中，我定以身相许。唐宁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凑齐助你脱离苦海。世子，你终于来我这里了。世子，你摸摸看，我们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。是告诉过你，这孩子不能流吗？天药为什么不喝？世子，我们明明情谊深厚，怎么一夕之间你变成了这个样子？这明明也是你的骨肉啊，你怎么舍得这么对他？谁知道你这孩子是跟哪个野男人生的？别想靠他上位！告诉我，世子夫人的位置只能是他。你说什么？世子，她已经嫁给2少爷了，
她不能再嫁给你了。那你管！不过，只要你把所有的嫁妆都给我，要是不想给就算了，日后我不会踏进这院子半步。等一下，世子，这是妾身全部身家，望你爱惜妾身。好，你放心，以后侯府有你一口。世子，沈当娘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抢走世子了。唐宁，我只凑了这么多，虽然离5万两还差不少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凑齐的，让你和迟燕和离的。世子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呀？这要是让旁人听了，还不知道会传出怎么样的流言蜚语呢。难道唐宁是怕被迟燕撞见，抓住把柄不好和离？一定是因为这个。我将银钱悄悄放在门口，就不会惹人非议了。果然上钩了。我让你安排的人怎么样了？少夫人，你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苏大是专门帮燕子请的，他定会引诱世子去借款的。既然他主动送上门来，我定要让他借台高筑，身败名裂。不过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娘子，娘子定是被我迷住。八两，你站那么高，不怕摔下来吗？那个，我就不打扰夫君看书了。不是娘子，都赖你，还不快下来！既然他不喜欢我，那我就来我的。此花赠与娘子。谢谢你啊。就这？我还有最后一招。八两，八两，八两！娘子，5万，只要为夫活1日，便为娘子护1日。病没好，就先继续吃药吧。还有，用朱砂装成是血的颜色，是不对的。
娘子，我错了。八两，来了，少爷。你说这娘子到底闻得我的病呢？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啊？好难猜呀。嘿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我让你去问雪清那个呆子，你怎么还没去？去！这娘子再不喜欢上我，这1年的和期都要到了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在我们的引导下，世子一步一步接触到了苏大，两人交谈甚欢。不错，他果然没有错过我为他准备的大礼。这个是苏大哄骗世子签下的借款文书，世子已经借了5万两了。池景玉可有发现什么异常吗？没有，他还以为利息极低，只需要10年还清。待到1个月之后，他怕是把你奶狗子卖了也还不起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让奴婢去太子府送信，却得知太子被禁足了。你说什么？听闻是三皇子弹劾太子御下不严，手底下出了几个贪赃枉法的官员，送信给太子表哥，就是要提醒他此事。前世分明1月后才发生，为何这一世提前了？难道是池景玉？夫人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既然池景玉投靠三皇子，让前世之事提前发生，那后面三皇子的谋反，怕是也会提前发生。我得要抓紧提醒太子表哥。太子府人多眼杂，你偷偷将消息送进去，让太子暗中出来，与我在邀约楼一叙。奴婢明白。行。少夫人，8两叫我去吧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你干嘛？雪清姐姐，这是我特意留给你的糕点，老夫人那都吃不到这么好的。这么些殷勤，是有什么事求我吧？那个雪清姐姐跟少夫人时间久，你知道少夫人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吗？那少夫人自然是喜欢。少夫人喜欢勾栏样式的啊？你不信啊？不信。勾栏样式的。我和你说了这么重要的消息，那你也报答我一下吧。我有个事想问你。雪清姐姐说，二少爷究竟为何不参加科举？这我也不知道。自从10几岁中了秀才之后，少爷就屡次不中，最后才放弃的。那二少爷中秀才那一次，可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啊，有，二夫人突然病倒了，都快准备后事了，然后又突然好了。从那以后，二少爷读书就废了，成了大家嘴里的纨绔。哦，我知道了。8两说，自从二夫人病重又突然痊愈后，二少爷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，整日逗猫遛狗，读书都荒废了。看来夫君的转变，定是和母亲的病重有关。8两可说母亲病重那晚，府里有什么异常？没说，不过奴婢记得您嘱咐的话，要仔细打探清楚，便使了些银两找府中的老人问了一圈，当年还真有一桩怪事儿。怪事？什么怪事？二夫人病重那晚，二少爷去侯夫人房间大闹，之后就变了个人，二夫人的病也就突然好了。定是这侯夫人怨恨夫君抢了世子的风头，以母亲的性命为逼，逼迫夫君成为纨绔的。侯夫人竟会做下这种事？逼良为娼、颠倒黑白的事情，她可没少做。那咱们该怎么办啊？定要寻她个把柄，为自己报仇，也为夫君清除障碍。哦，对了，8两问你我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，你是怎么说的？奴婢说，您喜欢勾栏样式的。勾栏样式的？勾栏样式？你确定？确定。小的办事你还不放心？雪清亲口跟我说的。
真没想到娘子竟然好这口。二少爷，要不咱们放弃吧？你说的对，是该学一学。我这就去邀月楼学习勾勒养生。啊！什么？景玉要娶沈唐宁为妻？是啊，夫人，世子为了娶长姐，不惜打掉妾身这一胎，这实在是太荒唐了。你这一胎的确来的不是时候，连累景玉愈发找不到好婚事。不过好歹是我侯府的血脉，但是别夭折了。不过这沈唐宁着实可恶，换嫁当日非要嫁给迟燕，现如今又勾搭景玉，是该想个法子了。夫人的意思是，找几个流氓连夜骚扰他一番，坐实了他不守妇道、荒淫无耻的罪名。万一如此下来，世子还对那贱人念念不忘怎么办？不行，还得再保险一点。夫人，不妥呀！若长姐对世子不死心，到时候纠缠不放，越是告世子一个勾引弟妹、罔顾人伦，不光是功名，到时候连爵位都没有了呀！是啊，你说的不错，这个小丫头片子是不能留了，一定要找人暗中要了她的命。夫人英明，腰肢要软，腰肢要软，眼神要媚，眼神要媚。哼哼。嘴要灵巧，嘴要灵巧。酒喝得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正所谓，男人三分醉，演到你落泪，要的就是这虚虚实实、真真假假，让女人对你欲罢不能。男人三分醉，演到你落泪。多谢大师。哎，大师，那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招数，就是能立竿见影，让女人心动的那种？哎呀，我就说哪里奇怪，你这穿的也太严实了吧！你做什么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少爷，我刚才看见少夫人她叫了个南陵作陪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是再不去看看，怕这就来不及了。娘子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也莫要声张，莫坏了我娘子的好事。啊，这还不快去！是。哎，不行，这邀月楼三教九流的人多得很，以防万一，我得暗中护着点娘子的安全。你是说，行舟不日便要谋夺太子之位？没错，三皇子将要设计陷害殿下，私制龙袍，行压圣之术，诅咒圣上，再买通太医给圣上下毒，造成诅咒应验的假象，让圣上废了殿下的太子之位。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此计是前世父亲献给三皇子，若是池景玉重生后想要投靠三皇子，定会提前献计，抢了父亲的从龙之功。却不知道他们究竟什么时候出手。实不相瞒，我父亲早就投靠了三皇子，我也是无意之间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才知晓的。行舟向来与世无争，
怎会有如此想法？莫不是你听错了？三皇子蛰伏已久，太子这次被困太子府，就是他的手笔。你还要自欺欺人吗？当真是无情最是帝王家。此事未知晓，会有所防范。如此一来，太子平安，谢氏平安，母亲也会平安的。你们做什么？采取二少夫人的命。杀我！谁派你们来的？废话，死吧！娘子，夫君且慢。说，是何人指使你要杀我的？说不说？我说，是永宁侯夫人。又是他。你只要写下认罪书，将侯夫人的罪行写个一清二楚，我们便饶你不死。娘子，夫君，你相信我。还不快写！我写。有了这个就够了。娘子，女儿，你终于醒了。好孩子，你受苦了，来，要快趁热喝了。来。夫君，你怎么不过来？夫君，这……阿燕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若非因为嫁给我，娘子定不会遭此大难。我该给娘子跪下。什么？夫君，你是想说，若非当年不是你被侯夫人以家人性命相威胁做纨绔，我今天也不会惨遭毒手。娘子，你都知道了。大嫂，什么扮作纨绔？大嫂又为什么要唐宁的命啊？阿宁，你们夫妻俩在打什么哑谜呀？当年伯母一事，也是和侯夫人有关吧？没错，我当年年少便拿了秀才，惹得了侯夫人眼红，怕压过大哥的风头，他便给我母亲下毒，一解要我要挟，让我扮作纨绔，不可出人头地。什么？什么？亲家母，你小心！这侯夫人着实可恨。我的儿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白白受了这么多年的胁迫。儿子不苦，只要家人平安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只是这么多年，儿子也明白了，一味的忍让，只能受人欺负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纨绔，却没能保护娘子平安。夫君，你也不必自责。我被刺这事儿，也不是跟你有关。就算是我们夫妻一体，你又何须道歉？娘子，有了这份认罪书，我们便有了侯夫人的把柄，以后再也不怕被她胁迫了。夫君以后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好，我绝不会再受他胁迫。我要去参加乡试，考取功名。什么？你还要考？虽说是半个纨绔，但这么多年你未曾读书啊！
恐怕是考不中的。是啊，想与侯夫人他们争，未必只有读书这一条路啊。娘子，你也不信我吗？夫君，你过来。我相信夫君定能考中。若真是一次不中，我们就再试一次。他们怕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偏要做成给他们看。娘子信我，一定会为娘子争出一份锦绣前程。什么？沈长宁没死？那些杀手呢？你给活口把我供出来！那些杀手应当都被二少爷杀死了，供不出夫人的。那就好。那么多杀手，竟然被迟燕所杀。他有这么好的身手？二少爷，该不会是在隐藏自己的实力吧？难道他做了这么多年的纨绔，是在蒙蔽我？不会，这么多年他早就被养着。或许是那些杀手身手不好。迟燕哪有这么厉害？侯夫人就这般瞧不上我？迟燕，放肆！谁让你闯进我的屋子的？你都能买凶杀人了，我放肆又如何？胡说八道！满嘴的胡言乱语，毫无顾及家人平安了吗？这是杀手的认罪书，侯夫人还想狡辩吗？我来这儿啊，就是想告诉侯夫人一声，我要参加乡试了。你若是还想使什么阴招威胁我，尽管来。我的家人若是伤了一毫，侯夫人的下半生就在牢狱里。你这是诬陷！侯夫人若不信，尽管来。反了！四杀手都死光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夫人，万一二少爷参加乡试中榜了，可怎么办？又不是第一次，这一次也不会中的。在这宁远侯府，只有我儿子才是最优秀的。也是，二少爷根本就没法和世子比。宁远侯世子此计不错，定能让父皇废了太子。沈大人，你辅助世子完成此计，待本王一上位，你二人少不了从龙之功。誓死追随三皇子，这压胜之术的计谋我刚想出来，池锦玉怎么比我先一步想出来献计，还比我的更详细周全，真是见鬼！起来吧。哦，对了，听闻最近池少爷和沈二少都参加了乡试，不知二位学问如何？贤子学问尚可，定能中举。至于池二少，二弟纨绔，乡试7次皆不中，这次也不会例外。看来你们兄弟不睦啊！宁远侯府有景玉一人支撑门楣足矣，二弟放浪形骸，不堪为我侯府子弟。好，那本皇子就助池二少再度落榜。唐宁，你早晚会明白，迟燕就是个彻头彻尾。少夫人，这是世子送来的5万两银票。他还真是果断，竟然把全部借来的钱都给了我。世子还问奴婢，您什么时候修养好，和二少爷和离？他随时准备娶您。做他的春秋大梦，眼看着他的好日子也不多了。少夫人，那这些钱你怎么办？你将这些钱送回沈府，告诉母亲，有了这笔钱傍身，她想要和离，随时都可以。如果她想要解决掉方氏，就把这个给你。有了这瓶毒药，方氏一定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保护。奴婢明白。
夫君去看萧氏放榜，怎么还不回来？若不是真的没中，想不开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夫君，娘子，娘子，我中解元了，我中解元了！你快放我下来！娘子，雪清，你快告诉母亲，夫君啊不，告诉整个侯府，我家夫君中了解元。是。娘子，既然我都考中了，你就不要跟我和离改嫁了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考中，我都不会跟你和离的呀。我那日回府，可是听见你跟岳母都说了，你说我若考不中，就和离改嫁。哦，怪不得那日回来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原来是躲在门口偷听呢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既然我考中了，你就不准跟我和离改嫁。呆子啊，你有没有功名都不重要，只要是你就好了。你的意思是？阿燕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你就在我心中生了根，所以不管你是纨绔也好，高官也罢，我都愿与你中伴乡老。好，好，好！我迟燕发誓，此生我与沈唐宁一生相伴，不离不弃。若违此事，不要说，我不要你的誓言，我只要你平安。你们说什么？阿燕真的中了解元？回二夫人，千真万确。这怎么可能？前世直言到死都没中举啊！这小子竟然是在韬光养晦，竟敢骗我！什么？直言当真中了解元？不是说池二少考了7次都没中吗？怎么会突然中解元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家阿燕12岁中秀才，中举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哎呦，真是祖坟冒青烟啦！既然是喜事，迟燕为何不先来告诉母亲？莫不是不把我们这些长辈啊放在眼里？那迟燕现在何处啊？二少爷一回来，便亲自将消息告诉了夫人。哎呦，这媳妇呀都比祖母重要。母亲，咱们家这二少爷呀是越发的张狂。真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啊，竟哄得他如此不敬我们这些长辈。母亲，人家小两口感情好，这有什么可不满的？祖母发什么火呀？孙儿这不是来了吗？孙儿见过祖母。起来吧。你们2个下去领赏吧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孙儿方才遇见看门的小厮来报，有人整大哥，有急事找我，怕耽搁了大哥的事，我就将人带过来了。进来吧。苏大，你怎么来了？世子，我是来讨债的。你说什么？讨债？景玉，你认识他？世子，你居然借印子钱！景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不是说10年内慢慢还吗？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什么10年？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，你欠了我们5万两，利息翻倍就是10万两，1个月内还清。这上面有你的签名和手印呢。什么？10万来？
这不可能！天哪，大嫂，你们大房是揭不开锅了吗？竟然在外面借了这么多钱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没错，定是这贼人来我侯府讹诈的。来人，把这贼人赶出去！哎！你们干什么？嘿嘿，侯夫人，莫怕，我们都是正规讨债的，只要钱，不要命。这是诓骗！你给我请我找的借据。景玉，你真借了这么多钱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说大哥，你要是不把钱赶紧还上，这事要弄到公堂上，莫说是进士功名，就连你这个世子之位也难保啊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你能救救我了。先把那5万两还给我吧。世子说笑了，你何时给过我5万两银钱啊？你说什么？分明是你说凑齐5万两当聘礼还给二房的，然后和离和我成亲的。娘子与我间谍情深，怎会合理改嫁你？大哥说这，该有这。景玉，到底怎么回事呀？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是你故意坑骗世子！沈汤宁，就是你哄骗我借印子钱，你就这么恨我，想毁了我吗？再你纠缠我娘子试试。我不管这钱是借来干嘛的，今天要是不还，你就跟我去公堂。哎呀，大嫂，赶紧把钱还了吧！毕竟这世子的声誉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母亲，弟妹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些钱对你们二房来说不过尔尔，不如你们先拿出5万两救救急。一家人，我早就听母亲说过，当年父亲成婚，祖母嫌弃母亲的伤不及身，早早就将父亲分了出去，分家不分府，咱们可算不上一家人。娘子说的是，既然是2家人，我们也不好掺和，大伙好好，你们二房合起伙来组织西国是吗？你们良心何在呀？世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苏秋，现在府中没有那么多银金，可否再宽限我几日？什么？没钱你还敢打借条？这屋子里还有些值钱的东西，兄弟们，都给我搬走！好嘞，好嘞，是。哎，上，快搬走！搬那边，没有好东西。你做什么？住手！别光顾着搬东西，这几位夫人手上戴的也值不少钱的。拿来吧你们想干什么？拿来吧你！少夫人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沈姨娘早产，怕是要1尸2命了。终于还是到了这一步。我母亲对于方姨娘那边，她打算怎么做？夫人收了毒药下狠心，已经给方姨娘喂下了。此刻，方姨娘怕是也要随着沈姨娘去了。真是可怜了。那我就再做一回好人，送她们母女俩见最后一面。玉珠，去找世子，我要见世子。妹妹还是少费些力气吧，世子是不会来看你的。沈堂娘，你怎么会来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怎么会呢？我是特意来送妹妹最后一程的。
你什么意思？最后一程？妹妹不会不知道吧？大夫来瞧过了，你这一胎生不下来，已经连累了母体。你和这孩子，他是熬不出去的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要见世子，我要传大夫，我要找死！我的孩子，血都快流干了，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？妹妹可喜欢姐姐送你的这个大人？你什么意思？原来那个郎中，这都是你的计划。唉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心善，再送你一份礼物吧，让你见你亲娘最后一面。雪清，是。娘，是唐宁，你对我母亲做了什么？怎么会是我呢？分明是方姨娘得知妹妹的噩耗，忧思成疾。是谢氏害我。娘，你替我仇。娘，真是可怜。沈唐宁，你看我和我娘性命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巧得很，我便是厉鬼复活归来的。雪清，告诉沈府和侯夫人，沈姨娘难产而亡，方姨娘悲痛暴毙。是。夫君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娘子不行。你这是在哪儿学的勾栏样式？只要娘子喜欢，学什么都愿意。不知道这太子是怎么了？最近门户紧得很，计划竟难以实施。三皇子息怒，我有办法让这计划实施。只是什么？你说。只是，可否这计划能否再加一环？上气。哦，这是为什么？沈唐宁直言诓骗我，借利息极高的印子钱，拿走了我后府所有的东西，更是将我祖母气得卧病在床，不请了我。此事，沈大人，你也知道此事？没错，沈唐宁这个孽女，她还将微臣的女儿和爱妾活活害死。三皇子殿下，此女不出，微臣难消心头之恨。又是这夫妻俩，
还真是难缠。要留他，难保不会成为我成就大业的绊脚石。三皇子，会试在即，太子建立此事，正是我们趁机行使计划的好时机。不如我们趁此机会，将太子和迟燕父子一网打尽。没错，那此事就交给世子去吧。陈大人，你从旁协助。是。这殿试也该结束了，怎么还没有消息传来呀？母亲，母亲，您别着急，夫君他文采斐然，一定会中状元的。18两回来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可是我儿落榜了。不是，少爷中了状元。但少爷被大理寺抓到公堂审问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儿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？终于还是来了。三皇子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。雪清，按原计划进行。是。唐宁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现在就去大理寺，我一定将夫君平平安安的带回来。大胆逆贼迟燕，太子行压上之术诅咒圣上，更私制龙袍，暗中买通太医给圣上下毒，这罪我清清白白何罪之有？大哥既然为三皇子谋取，成了这大理寺卿，那就拿出证据来。空口白牙想污蔑我，这不能够。好，你要证据，那就给你证据，带上来。大人饶命啊！微臣只是受迟二少的贿赂指使，这才犯下大错，给圣上下毒的。你说是我夫君指使的，你可曾还记得你与他相见何时何地？他当日穿了什么样的衣裳，给了你多少银两？本皇子在，你莫要害怕。尽管将太子命令迟燕指示你下毒一事说出来。是，就是迟二少，他知道我家中老母病重，便许我重金，让我替太子殿下办事，给圣上下慢性毒药。荒唐！我高中状元前程大好，怎会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太子殿下继位大好，不是顺理成章，又何必给圣上下毒呢？三皇子，太子殿下何在？父皇震怒，已经将他下了大狱。你们想见他，怕是难。你说什么？如此荒唐的事，圣上当真信了？证据确凿，圣上如何不信？还有二少夫人，你也是罪孽深重。石大人这话什么意思？妾身做了什么？沈大人，进来。父亲，三皇子殿下，这是微臣从太子府查出来的，一件丝质龙袍，一个写了圣上生辰的小人，足以证明太子的弑君谋反之心。这不可能！纵然如此，又与我娘子何干？沈大人，继续说吧。是，微臣亲眼所见，此龙袍和小人皆是这孽女亲手所做，罔顾圣恩，助纣为虐，罪该万死。父亲，你怎么能胡说呢？我可是你亲生女儿。正因为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才不能看你一错再错。三皇子，迟大人，我已与他母亲和离，更将此女从族谱除名。太子与谢皇后一族的所作所为，与我沈家无关。既然如此，那大人与我娘子和岳母便再无瓜葛，还请大人莫以后悔。我大义灭亲，忠君爱国，有什么可后悔的？最后
生下的孽，他害死了我的女儿和我爱妻的性命。行了，还是抓紧时间结案吧。逆贼迟燕审唐宁，你二人听命于太子，谋害圣上，还不速速认罪？签下这认罪书。想让我认下这冤屈，害了太子和我娘子，这不能够！大胆！咆哮公堂，石大人还不大刑伺候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太子殿下到！我看谁敢打新科状元！你不是被父皇下大狱了？三弟，你如此想让姑死，怕是不能让你如愿了。退下。大哥，这一局输了。嫂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从大狱里私逃出来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之三子燕行舟罔顾人伦，污蔑兄长，以谋太子之位；更有奸臣池景玉、沈昌助纣为虐，谋害状元池燕，及其夫人，罪大恶极，死不足惜。永宁侯府及沈府为三皇子党羽，全部流放。现命状元郎池燕为新任大理寺卿。审理此案，太子监审，钦此。臣领旨。儿臣领旨。嫂子，怎么办？是你设计陷害我！老三，你若非有了不轨之心，我又何故设此局呢？防贼不如抓贼。父亲与世子还有三皇子如此加害我们，为何我们就不能将错就错，瓮中捉鳖呢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本官这就送三位上路。石大人，官府已经给您备好了。新任大理寺卿池燕，奉命提审逆贼燕行舟、沈昌、池景玉三人污蔑太子，谋害圣人，证据确凿，罪该万死。一决。母亲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儿子又发现父亲在斗蝈蝈，不务正业，简直有负圣恩。池小燕，你这个臭小子又告状是不是？不过去玩了一会儿。我说你这臭小子啊，长得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怎么性子一点也不一样，跟个老古板似的。看来夫君当年扮作纨绔斗蛐蛐，不是装的，是真的喜欢玩啊。新皇登基，父亲被圣上重用，应当勤勉才是，怎能耽于玩乐呢？哎，你这臭小子还教育起你老子来了啊！本丞相这叫劳逸结合，快把红还我！丞相，夫君这是升官了？是啊，你夫君我如今可是百官之首了。那今日便是双喜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又要做父亲了？不过今天不是双喜，是三喜。圣上有旨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池丞相之妻沈唐宁性情温良，淑德含章，着即册封为一品诰命夫人，钦此。臣妾接旨。奴才就先告退了。我这么拼命为你挣诰命夫人，你可要与我相守一辈子呀！卿不负，我便不负。你不负，我便不负。